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部韩剧，叫做《花游记》。嗯，这有点翻拍那种《西游记》的概念，但是新版的。我觉得最近的韩剧，诠释那个灵魂呐、或者是次空间呐、或是天界的部分，我觉得诠释的还不错。大家有空的话可以追一下剧。那花游记我看了几回合，那就稍微整理了几个重点，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嗯，先讲人性的恶唤醒恶，就是剧里面其实有在讲一些恶势力的部分。那我觉得，不是蛮多人都讲现在是末法时代嘛，末法世代还是什么的，就是说呢，我觉得现在的人心没有像以前那么单纯，所以呢，恶常常会被唤醒。也就是说，吸引力法则嘛，你的心的震动在哪里，你唤醒的就会是什么。那当然，次空间也是一样。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如果善良的部分越多，当然吸引来的当然也会是那样子。但是现在人心啊，说真的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那彼此都在拔河，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讲到人的恶会唤醒次空间的恶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恶是我们人类唤醒的，并不是他们自己要来的。好，再来就是，怨气散了就愿意离开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了解到有些人为什么会卡到啊或什么之类，那都是其实我们人类的心啊，就是自己的那个自我意识不够，或是你的心太多缝隙了，你的心呢，没有像我这样正气十足，也不能说你不正，而是说你可能遇到很多事情，你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很有勇气的，什么都敢接受，就是你来吧，我什么都不怕的那种感觉。可是现在很多人的心是很脆弱，那当你的心是脆弱的，表示你的心就有一个缝隙，就容易会招惹到想控制人类的那些怨灵。那些怨灵通常都是怨念比较深的灵啊，才会找这些脆弱的人心来捉弄，或者是来控制。那其实这些怨灵也是可以沟通的，所以之前有用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其实，好好跟他说，他是会离开的，会离开，真的是会离开。所以你要把那些怨灵，就是你很幻想他是你的祖先，好好跟他沟通的话，我觉得那个会有良善的结果啦。然后再来就是重复悲惨的人生，因为你没有演到，可能就是犯了什么错，然后被处罚，处罚什么，就是他必须重新过完几次，99次嘛，还是100次，相同的人生就是悲惨的人生，就是可能他每一世都是因为，自己的亲人被杀害，然后他要去伤害别人，就是那个伤害自己亲人的杀手，但是每次还没下到手就被被被打死或者是什么类似，就是他是重复换个人，但是就是重复这样子的人生。对，其实如果灵啊，就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如果他没有学会，他必须要懂得放下的话，他确实会重复这样子的人生。我之前有用影片大概讲过，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要嗝屁的时候咽下的那最后一口气，你如果太多怨念，其实你就会重复这样子的人生。所以我现在在做，我不要让我的下一个肉身过得不好，所以我现在要不断的放下，圆满他人，圆满他人，圆满他人，就是希望我在下一个肉身可以更好这样子。好，里面有提到积分，我觉得这个积分也讲得很好。比如说，我现在不断的在做一些好的事情啊、善的事情啊，不是要积我自己的分，但是却不知不觉真的会提高你的积分。所谓提高你的积分，就是你的震动确实会因为你从事的这些善啊，或是这些好事啊，你的震动不断提高，你就可以慢慢接近那个高我啊，或是神的频率。当然，
你在你如果没有了这个肉身，我的意识是往上走的，而不是往下走。所以我觉得积分这个也讲的还不错，你们可以在影片稍微看一下这样子。那还有里面有讲到老天的模样，不是，这是我自己的重点，就是你们认为老天是什么样子，或者说你认为的神是什么样子，其实它就是让你摸不着，它可有形可也无形。那就看你心中的神啊，像我心中的老天爷是什么样子，它就可能会呈现出是我要的那个样子。但我要的那个样子，可能对你来讲很 shock， 你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怎么可能是老天？但是你要记得，它就是千变万化。我觉得老天就是千变万化，所以不要有既定的什么神啊，或是老天的模样。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还有就是框架。框架就是说呢，那个有旧版的《西游记》是在这边嘛，那其实新版的是一个手环嘛，就是我觉得那个框架呢讲的真好，讲的真好，就是你会认为那个是别人框住你的框架，但是其实那个框架，只要你认知，它根本锁不住你，或是你已经不再认为那是框架的时候，它就不是框架了。懂我意思吗？就好像我常用影片讲说，人类很多框架，比如说要早睡早起，身体好这个框架，但是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对的，然后一直无法突破，一直无法突破。但是像我就是无厘头，没有框架的活着的时候，人类的框架根本没有办法套用在我身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认为的不好，或许对我来讲根本就不是不好。然后我自由自在的活着，反而身体更健康。但是你们不要学，我们不要学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体真的不一样，还是要依照你个人的步调去生活这样。然后呢，凡人看不到，只是感到风和雨，也就是说，影片的后面有讲到，就是引起那个恶的龙的时候，如果老天之间在打架的时候，就是神与神之间，比如说正神跟恶神在打架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什么状态，但是你们看不见的人类只能感觉到是风和雨。我觉得这个也诠释的还不错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如果像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画面啊，或者是状态，我们确实可以了解到，真的有一些什么状况在里面，可能打斗来打斗去的。但是这样的状况，真的在看不见的人类面前，可能就只是风雨的表现而已。你就会觉得，哎，怎么会有暴风雨啊？怎么会有暴风雪啊？什么之类的。但你们可以听听就好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唤醒恶中的一点善。我觉得哦，就是我觉得这真的要提醒大家，真的有很多你自己认为的坏人，或者是不善良的人，他内心真的都还有那么一点善，只是你没有发觉而已。那如果你真的愿意用一点心思，多花一点耐心，多一点包容，他的善，当你勾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勾起对方的善时、善良时，对方有可能会因为那一点善而改变一切。所以我觉得这部戏还不错看啊，你们可以稍微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稍微追一下，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线上看了，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今天分享到这咯，如果你们有看过，想跟我分享心得，也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。就这样 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